浩南，别怪大哥下手狠。到了，南哥。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你在社团功高盖主，大哥留不住你了。你是我亲弟弟，却勾结外人来害我。当年我卖身社团，就是为了供你上大学，如今你竟然恩将仇报。大哥，你可千万别怪我，只有出卖你，我才能拿到你所有的财产，才能名正言顺的跟笑笑在一起。没错，老公，要怪啊，就怪你太傻太天真，枉你做了我一辈子的舔狗，竟然不知道我喜欢的一直是你亲弟弟。哦，对了，我肚子里的孩子也是浩然的。你贱人！贱人！我杀了你们这对狗男女！大哥，你为家里操劳了一辈子，我谢谢你。长兄如父，弟弟我会亲自送你上路。南哥，这江城以后就是你的天下，阿七就二当家了，跟着南哥有吃有喝，动我南哥生吞活剥。上！我和党长听官非让我去当兵，当兵有什么劲啊？还是跟南哥收保护费个转呀！我香蕉将来要赚好多好多钱，要好多好多女人。南哥，我喜欢你，为你死我也心甘情愿。兄弟们，这次我对不起你们，都怪我年少无知，带你们误入歧途。如果有来生，我郑浩南一定要好好报答你们。这是90年代，我重生回来20年前。浩南，浩南，愣着干什么呢？赶紧编了呀！你彪哥我早就看出你是个好苗子了，跟着我以后，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上一世，我为了给弟弟凑大学的学费，不得已签下了卖身契，加入彪哥麾下，最后被亲弟弟出卖惨死。这一世，我绝不能重蹈覆辙。浩南，快签吧！你是哥哥，要让着弟弟。签了合同啊，这浩然就有钱上大学了。等你弟弟大学毕业有出息了，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报答？凭什么我是哥哥就得卖了自己成全弟弟？废话！咱爸死得早，长兄如父，你不管我谁管？又没让你去死，不就让你签个卖身契吗？你怎么这么自私呢？你说我自私，我是应该自私一下吗？你放开你弟弟，干什么呀，小畜生！是，他是你的宝贝疙瘩，我是小畜生，那我就干点畜生该干的事儿。这一世，我郑浩南要为自己而活。小畜生，你简直反了天了！你这个不孝子你！浩南，你这是干什么？彪哥，咱们的账以后再算，江湖路长，后会有期。我不能走，你走了我学费怎么办？你不让我上学，就要毁了我。就算养条狗，它也知道感恩。可我供着你这个白眼狼，只会让你反咬我一口。想上大学是吧？自己赚钱去。你要走也行，把家里的存折留下。我的母亲大人，你看清楚，这是我的存折。一直以来，家里花的都是我的钱，你们都在吸我的血。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找到明媚晴天。星星呼太好了，兄弟们，你们都没死。三哥，你说什么死不死呀？兄弟们听说你加入了彪哥麾下，兄弟们决定以后都跟你的。听天改革，有吃有喝。那彪哥，郑浩南要自己干。我就说嘛，老子早就看不惯彪子，他有什么资格当咱们大哥呀？我呸呀！小马的哥哥是少将，他去当兵更有前途，我不能再耽误他。小马，过来。好男儿去当兵，你现在立刻回家收拾东西，明天给我滚到部队当兵去。南哥，你不要我了？对，就是不要你了，赶紧滚！为什么呀，南哥？我做错什么了？我让你去你就去，哪有那么多废话？滚！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等等，你哥在西南军区，离这5千里。这钱拿着，再给自己买身漂亮衣服，千万别丢老子的脸。南哥，原来你是为了让我投靠我哥。香马，你就放心去吧。南哥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南哥，你放心，混不出个人样，我就不回来。兄弟们，我宣布，从现在开始，收保护费，打架斗殴，一律不准参加。南哥，不收保护费，兄弟们吃什么呀？以前兄弟们跟着我，死的死，伤的伤，重活一次，我要带兄弟们赚大钱，过好日子。混社会没前途，我们要做生意，赚大钱。都听好了，现在每个人回家去凑钱，有闲钱的都拿过来，哥要带你们干一票大的。打你啊！快点！大哥，一共3万块钱。3万，我存住里有2万，加一起刚好5万，够吧？什么够了，大哥？够给我买包啦！浩南，你怎么知道我看上一个5万的包包？这次呀，算你有眼色。后来才懂得，爱了你太多。原来南哥让我们凑钱，就是为了给这个婊子买包包。嘴巴放干净点儿，我可是你们大嫂。郑浩南是我的忠实舔狗，我让他给我买包是他的荣幸。别叫嚣，你给我记住，从今以后我跟你再无瓜葛。我以前给你发的钱一共10万，算我借你的。现在立刻给我写欠条。郑浩南，你敢打我，你就不害怕我再也不理你了？少废话，写欠条。不写。不写。好，兄弟们，这好吃不过饺子，今天我就让兄弟们开个荤，轮番吃顿饺子，给我上！干什么？你们这群臭流氓！我写还不行吗？1个月以后还钱，到期不还，我就让兄弟们轮奸你抵债。滚！郑浩南，你会后悔的。太好了，南哥终于醒悟，不做舔狗，大喜！南哥，今天是你生日，又摆脱了这个小婊子，不如跟兄弟们一起喝一杯，庆祝一下怎么样？对呀，好。生日，上一世滋滋这天为了给我买礼物，被几个混混绑走侵犯，以致后来让我抱憾终生。不好，滋滋有危险，跟我走。滋滋，你们干嘛？
喊啊！叫啊！这小伟兴奋！穿成这样不就是勾引人的吗？哥哥今天就好好陪陪你。放开他！奶奶，我不知道他是你妈妈。让你过100个胆子我也不敢啊！对，饶了我们吧，南哥，饶了我们吧，南哥。我告诉你们，以后滋滋就是我郑浩南的女人。如果再看你一眼，是否还会有感觉？谁要是敢动他一根手指头，我灭你们全家！滚！是。南哥，你说的是真的吗？当然了，以后谁敢动你，我就灭了谁。不是，我说的是前面那些。滋滋，上辈子我被林小乔迷了心窍，是你对我不离不弃，这一世我必娶你为妻。以后你就是我郑浩南的女人。南哥，你带我们来这儿干嘛？后面哥要带你们做大生意，必须先改头换面。走。啊，南哥，这是上个月的保护费，您收好。哎呀，老板，你误会了，我们来理发。南哥，可不跟开玩笑啊！我上个月生意不太好，现在就只剩这点了。哎呀，起来！黑手，南哥，我挑染过，南哥动。现在你应该相信人了啊！我马上安排。坐。别动，头发、耳钉、纹身，通通给我弄干净。好嘞。给我留点，老板。给我留点。南哥，你饶了我了，我不可能背叛大来家族的。那就是有心嘴。感情多深，只有这样才知道表白。啊，南哥，这什么玩意儿？哥，这是花二爷。兄弟，前几天我不是刚缴完保护费吗？怎么又来了？老板，您误会了，我们是来做生意的，不收保护费。谈生意，咱这儿也不做粉面生意，我就是一个卖小灵通的。我长得就那么像做粉面生意的人吗？阿健。哎呦，这里是5万，就买小灵通，全部都要高档货。哦，明白。
每次做完白面生意之后，都会扔掉一股小灵通啊！我懂，我懂。你，我哥跟你说你听不到是不是？啊！松手！我们来做生意，不是来抢地盘。OK。对不住啊，老板，我们呢真的是正经生意人，真的只是来批发小灵通的，所以有货。嗨，有，你早说呀！量大管饱。来，你们看，各种型号、各种品牌都有，想要什么型号的尽管说。瞧一瞧，看一看啊！王八蛋老板黄鹤带着小姨子跑了，留下这些小灵通抵债。最新款的小灵通，泡泡只要698。我。这是真的小灵通，还有最新款的。哎，这种小灵通只有深圳才有卖的嘛，而且一个要1000多。对呀，哎，老板，你这小灵通保真吗？那当然，3年质保，7天无理由退货，买好为止，先到先走啊，大家！哎呀，这么便宜，这么便宜，买到就是赚的。哎呀！南哥，南北西城的货咱卖光了，这一趟咱们净赚60万，兄弟们赚发了！小灵通这个产品的黄金销售期只有半年，所以我们必须在半年之内垄断全国市场。这里面拿10万块钱给兄弟们分了，剩下50万继续进货。啊！郑浩南，做生意赚不少钱呢，那还不快给我分手费？赔我的学费。一对狗男女，还好意思舔着脸跟我要钱？我凭什么给你？就凭你在跟我谈恋爱期间出轨这个臭婊子！臭婊子骂谁呢？臭婊子骂你！你知道自己是臭婊子就好，真有自知之明啊！你，郑浩南，你真没良心！我跟你在一起那么久，过了那么久的苦日子，现在你有钱了，给我点分手费怎么了？林笑笑，这话你都说得出口？你以前吃我穿我，一个6000块钱的包，我眼睛都不眨就给你买了。为了攒钱给你买礼物，我啃了3个月的馒头，最后钱不够，害得我去卖血。就这，你还跟我说你跟我过的是苦日子？我这么漂亮，讲究点怎么了？没钱你谈什么恋爱？白白浪费我大好青春！吸我们南哥血这么多年，还好意思来要钱？马上给我滚！浩然，他们欺负我！这里是我家，谁敢欺负你们？我给你3分钟时间，马上把钱交出来，并且给我道歉，否则怎么样？我告诉你，无论我挣多少钱，都跟你没关系。这辈子再也别想吸我的血，你再也不是我的兄弟。郑浩南，你别得意，你们在这做生意，恐怕连正解都不全吧？我劝你乖乖把钱交出来，不然的话，我就去举报你们，让你们把这个牢底坐穿。好好看清楚，你有营业执照，别以为你读了几年书就长见识。我们在做生意之前，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林笑笑，你欠我的10万块钱已经到期了。兄弟们，我上次说过，到期不还怎么着来着？啊？还手气啊！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去住手！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小可爱。别动我！郑浩南，还是人吗？笑笑可是你前对象，是我前对象，可却跟我亲弟弟偷情。你说你们是不是贱？今天
就是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教训。我再给你1个月的时间，到时候还还不上我的10万，我这兄弟们就没那么客气了。走。彪哥，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是啊，彪哥，郑浩南在您的地盘上做生意，都不跟您招呼一声，这是没把您放眼里啊。浩南讲义气，兄弟多，这小子赚了大钱，不知道来孝敬我。这么吃独食，野心不小啊！不早点除了，必定是个祸害。对，彪哥，其实您不用怕他，只要咱们逐个击破，先做了他那3个生死兄弟，不怕撞死。你知道他们3个住哪儿？当然知道，彪哥，我有个主意。哎，小妞儿，去哪儿啊？得跟我玩一玩啊！你们要干嘛？郑浩然，林笑笑，你们要干嘛？我的舔狗你也敢抢？啊！敢打我，南哥不会放过你的。郑浩南算个屁！你知不知道，整个江城都是彪哥。哎，子子，郑浩南，这小情人现在在我手上，识相的话，一个人带着欠条来给我赔礼道歉，要不我就刮刮他的脸。还有我的学费5万。混蛋！就凭你们一个绑架滋滋，要是敢动他一根手指头，你们会死得很难看。南哥救我！好，我答应你们，别伤害他。郑浩南，南郊2号仓库，一手交人，一手交钱。你一个人来，要是敢带你的兄弟，我不介意让这个贱人下地狱。阿金，给我拿5万块钱。好，战哥，给我拿个袋子。怎么了，南哥？出什么事了？要不要我们一起？凭郑浩然和林笑笑，亮他们也玩不出什么花样。没事儿，我去见个朋友。你们早点休息。干什么去啊？真是。什么味儿啊？这么腥！谁他妈喷香水了？哇！南哥，你快走！郑浩南，把东西交出来，要不然我弄死他！郑浩然，林笑笑，马上放了滋滋，我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别急呀，有个人想见你。彪子，是你？郑浩南，你弟弟一个电话你就单枪匹马过来了，果然有种啊！啊！阿金、香蕉、大壮，怎么回事？哥，你走之后，我们就找了他们的道，他们用迷烟把我们迷晕了。彪子，有本事就跟我明刀明枪的干一仗！你竟然用这么下作的手段！兵不厌诈，
这个主意还是你弟弟出的啊？还是他了解你啊？他约你一个人出来，你就会放松戒备。果然如此啊！郑浩然，你是我的亲弟弟，我屡次对你手下留情，你还是勾结着外人来害我。你跟这些黑社会混在一起，你是要自毁前程吗？我呸！你一个小混混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希望你死，这样我就可以拿到你全部的钱。彪子，放了滋滋和我兄弟们，有什么事儿冲我来。上次我收你当小弟，你驳了我的面子，现在又在我的地盘上做生意，也不通知我一声，你眼里还有没有我呀？我知道规矩，我挣的钱一半归你，怎么样？一半归我啊！你昏了头了！你彪哥我是差钱的人吗？我现在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给我跪下敬茶，做我的小弟。你的人、你的生意全都给我，不然的话，我让你死得很惨。郑浩南，彪哥还是很欣赏你的，不要不识抬举。好马不吃回头草，这一辈子我要带兄弟们浪死回头，绝不能再让他们留有歧途。好，打到他服为止啊！大哥，大哥，你不要！大哥！郑浩南，别说我没给过你机会，你想救你的女人、你的兄弟，那咱们得按江湖规矩来，3刀6洞。你戳一刀，我放一个人，怎么样？南哥，你不要相信他！南哥，别管我们，你快走啊，南哥！滋滋，你对我一往情深，我郑浩南就算死了，也要救你。大哥！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阿七，小的时候我吃不上饭，是你每次都把自己的便当都给我吃，你是我这辈子的好兄弟。大哥！大哥！大壮，你后背替我挨了2刀，我知道你背后的关二爷纹身是为了遮住那个伤疤。大哥，快住手啊！大哥！偏偏我永沒有遇上，問我一雙足印的風霜。香蕉，我小的时候调皮，去山上挖人参，被毒蛇咬了，是你帮我把毒吸出来，害得你嘴上肿了1个月。大哥！大哥！使我感覺我終於遇上幸福。你說愛我，等於要把我没得玩了啊！大哥！南哥，你怎么这么傻呀，南哥？兄弟，一辈子我只有你们吃了。
看样子彪哥这是要放他们走啊！不行，绝对不能放过他！彪哥，彪哥，不能放过他们！郑浩南讲义气，那兄弟们肯定给他报仇，咱们不能放虎归山啊！哦，对呀，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啊！啊，彪子，你要反悔！浩南，对不住了啊！留着你，我睡不着啊！给我杀！走，你们快走！要死了！一起上路！谁敢动我大哥？给我杀！住手！南哥，你怎么样？小马回来了！一个人把南哥害成这样，绝不能轻饶他们。大哥，这人你认识吗？不认识，不过此人散发着不怒而威的霸气，应该来者不善啊。这位兄弟应该不是道上的吧？我们社团在这儿执行家法，还望兄弟不要打扰。少说废话，郑浩南，我今天保定了。你是保定人吗？什么人你就保？也不打听打听我彪哥。这位兄弟啊，不知道郑浩南是你什么人？郑浩南是我生死兄弟，谁伤害他，就是跟我问山作对。什么？你是问山？传说中的山哥？山哥是谁啊？没听说过呀，大哥。你他妈辈分小，当然没听过。传闻黑白双煞独自闯入北疆，赤手空拳，大战3天3夜，愣是把百名蛮夷首领给摆平了。其中的黑煞就叫问山，江湖人称山哥。不会造假吧？这么大的人降临江城，该不会是冒充的吧？传闻山哥一直镇守北疆，确实没听到什么风声来到我们江城。哦，知道了，这小子一定是冒充的。兄弟们，别被郑浩南请的演员给骗了，给我上！全都给我上！别轻举妄动！想当年我独占几十号人，就你们这些小喽啰还不够我塞牙缝。这个人随便2下就撂倒我2个手下，战力非凡。即便不是传说中的山哥，这么多人也没有胜算。这位兄弟，你说郑浩南是你的生死兄弟，这么说，他就是传说中的白煞？没错，郑浩南就是白煞。啊！没想到咱们南哥这么厉害，竟然是传说中的白煞！宁可信其有，不如先看看。不对吧？白煞的名字我知道，叫龙吟，江湖人称龙哥，名字对不上啊。当年你一人独占60几个蛮夷，战力在我之上，如今为何落到这般田地？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你战力锐减？郑浩南就是龙吟，这只是他的化名。当年他不辞而别，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么一个小地方，还被你们这群混混欺压，简直匪夷所思。照你这么说，郑浩南很厉害，我们这些小喽啰都不是他的对手。你搞笑！他要真这么厉害，会被我们整这个田地。我没有说谎，就你们这些虾兵蟹将，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你们全部干掉。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动手，可能是有什么苦衷吧。彪哥，这小子这么能装逼，我们一起上，我就不信他一个人打10个。他妈的，上，就他妈知道上，没脑子啊！这位兄弟，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但这是江城，就得按照我们的规矩来办。郑浩南动了我的人，我今天不能轻易放他走。我给你这个面子，只要你放了他，我饶你们不死。这小子听不懂人话，简直是在你头上拉屎啊！这么说的话有点过分了。
我好歹也是江城一霸，你就这么把人带走，我的面子搁哪儿啊？面子重要还是命重要？我劝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彪哥，你还犹豫什么？咱们这么多人，怕他一个人吗？这要传出去，咱们在京城还怎么混呢？兄弟们，上！就你最聒噪！这就倒了，谁看你怎么回事？三哥，我有眼不识泰山，饶了我吧！啊，三哥。啊，龙吟，别来无恙。南哥，你没事吧？没事儿，还死不了。你们居然把我兄弟害成这样，一个都别想跑！三哥，我知道错了，知道错了。山哥，不关我们俩的事儿，都是彪哥指使的。你们俩放屁！山哥，别听他们瞎说。浩南3刀6洞是他自己戳的，跟我没关系啊。就是他干的，我可以作证。文山，不要！南哥，他们把你搞成这样，你还帮他说话？难道南哥还对这个婊子旧情未了？浩南，其实我也是被逼的，都是你弟弟郑浩然逼我的。只要你能原谅我，我可以立刻回到你身边。哥，我知道错了，我明白你的良苦用心了，你放过我吧，毕竟我是你亲弟弟啊。哥，千万不能放过他们，把他们放跑了，后患无穷。哥，我向你保证，我回去以后好好读书，我再也不跟这个什么彪哥混在一块了。没错，他就是求着加入我们社团，我也不要他。浩南，你早说你有山哥这样一个过敏交情的兄弟，你就是借我10个胆儿，我也不能动你啊！兄弟，不用想太多，交给我去做就好。山哥，不要！南哥，他们把你害成这样，这种人不值得同情的。我说过，我这辈子我绝不会再在这里混社会。如果我动手了，不就跟这些小混混没什么区别了吗？兄弟，你的好心不一定能换来好报，他们不过是一群忘恩负义的畜生。你放心，我绝不是因为同情他们，也不是因为还喜欢林笑笑。我这么做，是因为你们。还记得吗？我说过，要带着你们一起赚大钱的。南哥，你不要说话了，你流了好多血，我们去医院吧。你们要是不答应，我就不去医院。我们答应你。我兄弟大发慈悲，让你们走运，捡回一条小命。要是我，早把你们碎尸万段了，还不快滚！走！快送医院！病人的刀口全部避开了要害，现在做完手术，已经脱离危险了。太好了，我就知道咱们南哥命硬，没那么容易狗带。不过，阿七啊，你什么时候对咱南哥这么没劲了？不是那个意思，南哥这次伤的实在太重了。哎，阿姐，别乌鸦嘴，我敢保证，不出10天半个月，南哥肯定又能下地活动了。到时候咱们接着赚大钱。你们听我说，到底谁是医生？你们几个吵什么吵？这里是医院。医生，对不起。病人现在虽然已经脱离了危险，但至少需要10个月才能彻底恢复。在这期间，他生活无法自理，需要有人24小时进行陪护。你们谁来负责这件事？我来，我跟南哥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什么我没见过，我来给南哥断屎断尿。就你这样，你还照顾南哥？南哥，你会一直在，我便永远爱。还是让我来吧，我妈呀，从小把我当女孩子一样照顾，我最会照顾人了。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削苹果。
题呀？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别争了啊！我是女孩子，就让我来照顾南哥吧。这不合适吧？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别10个月之后孩子都出生了。说什么呢？我照顾南哥，还能把他吃了不成？哎，大叔，滋滋是咱们未来嫂子，由她照顾南哥，那是天经地义。可我也想照顾南哥。知道，兄弟情在心中。你要真为咱们南哥好呀，就应该祝福他早生贵子。阿吉，女孩子是细心一点，由她来照顾，病人也可以恢复得更快一些。南哥，南哥，你没事吧？给我倒杯水。文山，你这次回来打算待多久？北疆战事频繁，我这次来本来想带你回去共同抗敌，但看现在这状况，你还安心养伤吧。对不起，兄弟，让你白跑一趟。没关系，我早该想到，你已经不是当初的白沙龙吟了。山哥，你的意思，我们南哥真的是当年那个白沙龙吟？没错，千真万确。什么？难道你说南哥是那个手持长刀，一袭白衣冲进敌人阵中，七进七出，杀人无数的白沙龙吟？怎么不像？像，太像了。谁呀？南哥，我承认你打架很勇猛，但是你跟那个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白沙龙吟，还是有那么点差距的。哎，我表个态啊，不管南哥的身份是什么，他都永远是我的。哎呀，你干什么？疯了你！兄弟们，子子，我也不是有意要骗你们，只是过了这么久了，我不想再提了。嗨，这没什么的，又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儿。兄弟，我临走前没什么好送你的，这根龙头棍是我来江城的时候收服了江城虎爷，他送我的信物。什么？江城虎爷？就是那个黑白两道都通吃的地下皇帝？哎，我跟你说，彪哥在他那儿都排不到号，您收服了他？说来惭愧，我要不是为了打探白沙龙吟的消息，我是真不想收这个义子。兄弟，你知道的，出来走身份太低了吧，会有损我的名头。虎爷的名声太低啊！山哥，那我们恭敬不如从命了。南哥，有了这个棍子，咱们以后在江城谁也不怕。有了这龙头棍，以后彪哥那帮家伙也不敢找你们麻烦了。谢谢了。前线战事吃紧，兄弟，不要走了。好自为之。南哥，有了这个龙头棍，咱们以后在江城就可以号令天下了。我们要做的是正经生意，绝不能再混社会。这根棍子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拿出来。哎，是。好了好了好了，没什么事，你们就走吧啊！哎，你推我们干什么？姐姐，我们和南哥还没待够。刚刚医生不是说了吗？南哥需要静养，你们在这吵吵闹闹的，他怎么休息啊？哎，小苹果。南哥，终于只剩下我们了。南哥，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告诉我啊。不用了，子子。哎呀，没事儿，我说了照顾你，就一定会照顾你的，千万别跟我客气。南哥，你渴不渴啊？你饿不饿？我回家给你做饭，给你带饭吃吧。刚刚喝过水，不渴。这会儿也不饿啊？那我岂不是没有发挥的余地了？这会儿想小便。那我给你拿夜壶。
子子，夜壶太臭，你放下吧，我自己来就行。不臭啊，就算臭我也能忍住的。我说过照顾你，就一定会做到的。子子对我一往情深，上一世我怎么会看上林笑笑而忽略了在我身边这么好的一个女孩？我真是瞎了眼。怎么了？我小便。哦，哎呀，我不看你。好了，那我去给你倒了啊。南哥，我顺便给你带了点吃的。你洗手了吗？哎呀，没事，我把夜壶洗干净了，还用洗洁精另外擦了好几遍呢。现在你拿它倒水喝都没问题。哎，你就放心吃吧啊。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在哪里？中了3刀，竟然一点痕迹都没留下，简直太神奇了。那当然，我南哥的体质异于常人。那医生，我是不是可以出院了？为了避免留下后遗症，还是在留院观察1天吧。南哥，你这都住院10个月了，还着急这1、2天出院？主要是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不知道兄弟们过得怎么样了，还有小灵通的生意啊。就放心吧，有阿基他们3兄弟在，一定没问题。说曹操，曹操到，一定是他们知道你要出院了，所以迫不及待在这看你。少人，受死吧！受死吧！江浩南，你是受伤了？托你彪哥的福，这10个月我恢复得很好。是不是彪哥派你来的？不是，是我自己要杀你的。好一阵子不见，你嘴硬了不少。江浩南，我不相信你敢动我，手上沾了血，这辈子想背后射出你的罪名。南哥。子子，你怎么样？我没事。南哥，怎么回事？是彪子的手下，没想到过了这么久，他还不善罢甘休。哥，当初我就说不应该心软。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兄弟们过得怎么样？哥，出大事了！怎么了？你不在的日子里，彪哥带人四处查我们的摊位，我们根本没法卖货。好大胆子！南哥，彪子这个王八蛋，刚开始确实消停2个月，但后来知道你兄弟温山走了之后，又开始肆无忌惮了。我们好多兄弟都跟着他彪子，要是他带着咱自己兄弟好好挣钱，咱也就忍了。但是彪子自从势力扩大之后，就到处开夜总会，还有赌堂，好多兄弟跟着他都被他当成替罪羊进了牢。是我太心软，害得兄弟们跟我受苦。南哥，你也不想这样的，我们都明白你是有苦衷的。彪哥，对不起，我有失败。没关系，这次让你去呢，就是看看郑浩南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至于他没死，咱们也不用怕他。南哥，现在怎么办呀？你再舍得公开说，他可留不住你了。3刀6洞，你戳1刀，我放一个人一样反悔，留着你，我怕睡不着啊。阿金，在江城散布消息，就说我郑浩南回来了，召集剩下的兄弟们，我们重新创业。好，彪子，既然你不让我走正道，那你也别想好过。彪哥，我看的郑浩南不但身体恢复，看上去还比之前厉害，留着他迟早是危险啊。小刀啊，跟了我这么久，胆子越来越小了啊！郑浩南，
他的小弟大部分跟了我，他手下的小灵通业务也被我吃得七七八八。他就算重新出山，拿什么跟我斗？郑浩南，哼，不混社会，想做正经生意，就得被我永远踩在脚下。还得是彪哥，就那郑浩南的脑子，拿什么跟彪哥您比呀？是啊，彪哥，关于我们俩加入社团的事儿，您看，提起你们两个我就来气，被那个山哥威胁2句就把我卖了啊！现在看我发达了，又想来沾光，想没事了？彪哥，当时的情况你也看见了，确实很危急。那个山哥的实力实在是太强大了，我们是不是权宜之计？哼，算了吧啊！我怕你山哥再来这么一次，我这个当大哥的还得被卖。至于你啊，好好听你哥的话，回去念大学啊！彪哥，郑浩南根本不是我哥，我们早就断绝关系了。彪哥，求你了，就让我们俩跟着你吧。彪哥，你看在我们一片赤诚的份上，就答应我们吧。小小，你加入当然是没问题。至于郑浩然，彪哥，有什么条件，你随便开。哦，作为我的小弟，让笑笑这么一个大美人跟着你，你觉得你把握得住吗？彪哥，您的意思是？我看不如笑笑就跟我吧。只要笑笑跟了我，你郑浩然就可以加入我们社团，怎么样？浩然，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你要是不能加入彪哥的社团，我也会跟你分手的。就是嘛，迟早要丢的妞，何必留恋呢？啊！行，彪哥，这从今以后笑笑就是我嫂子。这就对了嘛！来来来，把这个给他签了，给你个堂主座啊！浩然啊，恭喜加入我们的社团！我早就说过了，你是个干大事的人啊！别说我不照顾你，屠车堂下面300号兄弟任你调遣啊！以后你的任务就是专门对付郑浩南，怎么样？有没有信心啊？彪哥，这不用你吩咐，也一样会搞垮郑浩南。有了这些钱，南哥一定能东山再起。姐儿，你这是去哪儿啊？哦，我有事出去一下。又去找那个叫什么郑浩南的吧？还偷偷拿家里的存折，你想干什么？是不是那小子欠了医药费？哎呀，不是妈，是南哥想创业。还创业？就他一个混社会的，还创业？我说你这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呀？拿着自己家的钱去送给一个混混。我说最近存折里的钱怎么越来越少？哎呀妈，你听我说，我只不过是拿了这些钱给南哥买补品，他现在已经出院了，很快就能还钱给我们。嘿，就凭他一个小混混，他能养活自己都不错了。我说女儿啊，你听妈一句劝，以后就别再跟他来往。妈，南哥他不是混混，他可有事业心了。就他们那些小混混，我这个当妈的我会不知道吗？你妈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爸爸，你帮我劝劝妈吧。你妈说的对，那个郑浩南啊不是什么好人，我看你啊还是尽早离开他。怎么连你也这么说南哥啊？唉，你爸爸我也年轻过，知道你们女孩子心里面想什么。你看看现在这些年轻人，留个长头发呀，打架斗殴啊，
满口污言秽语，还以为自己很帅，一点内涵都没有。南哥才不是这么肤浅的人。你这左一个南哥，右一个南哥，我看你这简直是鬼迷心窍。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不准再去找那个什么郑浩南了，听到了没有？你们这是限制我的自由。南哥，你怎么来了？滋滋，好几天没见你了，我来找你说点事儿。说说，阿姨。爸妈，你们看，南哥头发也剪了，也不穿那些奇装异服啦。这头发可以剪，衣服可以换，可这本性啊，有句话叫什么来着？是江山。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对，在形象上改了，可这心里啊，还是个混混。说说，阿姨，这半年多，滋滋照顾很辛苦。我知道这段时间她家里的事都没管，所以我专程过来跟您二位道个歉。少还这炮，拿着你的这些破烂玩意儿，给我滚！妈，你怎么能这样呢？南哥好心好意来送礼物，送礼物？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算盘，拿这点东西想打发我，没门儿！我是不会同意把你嫁给你。妈，我跟南哥还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呢。来，浩南，来坐。不是我跟你阿姨故意为难你，你看我们家家庭条件一般，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肯定不希望她将来跟一个小混混过苦日子吧？你不用解释，我早就听说了，你跟你父母还有你弟弟断绝了关系，是吧？现在也是久病初愈，身无分文。如果你是我的话，你愿不愿意放心把女儿交给这样一个男人呢？叔叔，阿姨，你们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我发誓，如果滋滋嫁给我，我一定不会让她受苦。南哥，是，男人有这样的决心当然是好的，但是也不能光说漂亮话，是吧？也要有实际行动。叔叔，你放心，我一定说到做到。你来干嘛？叔叔阿姨，在家呢啊！来，过来，阿姨，叔叔，我这儿啊，给您带了一副如意，你看，您放在这个房间朝南的方向啊，这寓意着财源滚滚，事事如意。叔叔，这儿有一幅字画，说是唐伯虎的真迹，您品鉴啊。哎呀，哎呀，这真是唐伯虎的真迹。您看看，我这儿还有一个千年人参，送给二位，祝二位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哎呀，彪子，你送的礼物也太贵重了吧，都够得着娶我们家滋滋的彩礼了。哎呀，阿姨，您看这话说的，这只是送给您二位的见面礼，娶咱们滋滋这点彩礼怎么能够呢？不是，你来我家干嘛？你赶紧滚啊！你们这几个！哎，滋滋，这来者是客，你怎么能把彪子人家往外赶呢？彪子这么懂礼数，你这孩子一点事都不懂啊！爸妈，你们不知道吧？他之前绑了我，还想强了我。彪子，有这事儿？南哥可以作证啊！要不是南哥，我早就被他侮辱了。彪子，你整这么一出，什么意思？你看你说的啊！我喜欢滋滋，来拜访一下他的父母，有什么问题啊？你差点就侮辱滋滋，还好意思舔着来见叔叔阿姨？
阿姨，叔叔，你别听他瞎说，这事儿没有，都是误会。郑浩南，你住手！彪子可是我的贵客。妈，这混蛋是混社会的，你们真的要相信我。哎，我看这个彪子懂得欣赏唐伯虎的字画，一看就是个有文化的人，不像是混社会的。倒是这个郑浩南，他混社会的名声，整个江城可传遍了。还是叔叔理解我呀，谢谢叔叔啊。我今天过来呢，确实有点突然，不过我确实有件事但是也被你们猜到了。我呢是真的喜欢滋滋，希望得到您二位的认可，所以就特意登门拜访了。嗨，彪子，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在我心目中啊，早就是女婿的不二人选了。哎呀，阿姨，您瞧您这话说的，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妈，你赶紧让他滚，我是不可能嫁给他的。死丫头，这彪子是江城有名的企业家，人家能看上你，是咱们家这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你怎么还不知好歹呢？就是嘛，你看彪子长得仪表堂堂。郑浩南除了长得帅点儿，要啥没啥，你以后会后悔的。我不会后悔的。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选择了南哥。哎，这臭丫头，你怎么那么不听话？你是诚心想气死我是不是？郑浩南，我告诉你啊，不管你给我女儿灌了什么迷魂汤，你休想娶我女儿。郑浩南，你但凡识点相。你看看给阿姨气成什么样了，让你赶紧滚！难道我没有送好的礼物，给不起高的彩礼，就不配得到次次的爱吗？嘿，你可说对了，你要是能像彪子一样送我名贵的礼物，给得起高额的彩礼，我一样的夹道欢迎你啊！好，3个月我一定能做到。哟，3个月，别说给你3个月，3年，就算是30年，我看你做不到。打个赌怎么样？3个月以后，我带100万彩礼过来，你们就把滋滋嫁给我。嘿，这可是你说的，你要是做不到，滋滋，你到时候就必须给我嫁给彪子。好，我相信南哥。整个江城都是我的，郑浩南，你拿什么赚100万？我自有办法，用着你管。我就是欣赏你这份自信。没有问山罩着你，你郑浩南在我眼里就是个屁，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你心爱的女人嫁给我好了啊！咱们走着瞧。哎，滋滋，我们走。滋滋，南哥，这10个月以来，为了给你筹医药费，咱们把之前挣的钱都花光了，兄弟几个现在口袋也空空的。滋滋。你不会真要嫁给彪子那王八蛋吧？哎，不要垂头丧气的，什么时候对南哥这么没信心了？我相信南哥一定会想到办法的。郑浩南呀，郑浩南，还真是冤家路窄。臭弟弟，看来我的话你是一句没听进去。没想到现在你学也不上了，跑去混社会了。还不是拜你所赐，要不是你抢了我的学费，我至于跟着彪哥混吗？哎，少来！你的学费在救滋滋的时候就已经还你了，是你自己不学无术，自甘堕落。自甘堕落，那又怎样？我现在已经是毒蛇堂堂主，而你只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小瘪三。听说你这个毒蛇堂堂主是献出了林笑笑换来的，那又怎样？出来混，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林笑笑能成为我成功路上的垫脚石，那是她的荣幸。我还是头一次见把出卖女人说的这么清新脱俗的。你懂个屁！林笑笑是自愿牺牲的。早就知道林笑笑是个攀龙附凤的bitch，没想到她竟然可以做到这么无耻。哎，还真是婊子配狗，天长地久。他妈的，你敢把我大哥的女人？都他妈别动！快点！
赵然，你连你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你还算什么男人？别说我了，你的女人滋滋不也快不是你的了？我早就听说你跟他爸妈打赌，说3个月内赚到100万，就凭你啊？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我3个月之内赚不到100万？郑浩南，你几斤几两，我可太清楚。10个月前你没受伤的时候，不也没赚到吗？果然是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啊！什么意思啊？有空啊，多读点书吧。你他妈骂老子没文化是吧？你的脸早就被你自己丢干净了，还用得着我笑话？郑浩南，你以为老子会怕你？怎么，想动手？就凭你这个虾兵蟹将，你想跟我动手？大哥，今天我们带的人有些少，要不还是算了。郑浩南，这次算你走运，下次可没这么好运气。哦，对了，彪哥说了，等娶到滋滋这个臭娘们之后，让兄弟们好好爽一爽。这小子太他妈嚣张了！哎，这小子啊，就是外强中干，别理他，别忘了咱们的正事。南哥，不卖小灵通，我们干什么能在3个月挣到100万？90年代遍地是黄金，多的是赚钱的机会。南哥，话虽然说的没错，但是咱们现在连创业的启动资金都没有。谁说创业就一定要启动资金啊？就算咱们白手起家，3个月赚到100万，也不在话下。南哥，那咱们第一步该干什么呀？这第一步，先留长头发吧。啊？什么？我靠！南哥，你真要去卖场？没错，咱们就来个唱歌创业。哎，你别说，南哥这身装扮还真有点歌手的感觉。南哥一直都很帅，好不好？那个饿狼高大，你听过吗？那来自坡县的阿舍呢？没听过不要紧，很快像我这种留着长发造型、抱着吉他唱歌的歌手就会慢慢流行起来。你若走了，我要怎么睡？话都说了，你又怎么退？原来你只会让我掉眼泪。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一种撕裂的感觉。我已不再是你的谁，想到就会心碎。唱太好听了。南哥，唱歌真能赚钱啊！南哥，我没想到你还会唱歌，太帅了！南哥，这儿现在一共4000多，如果照这样的话，每天唱3场，连唱3个月，那咱就能赚到100多万了。你还是个数学天才，连唱3个月，你想累死我？谢谢南哥夸奖。唱歌是一门事业，我必须要成为签约歌手，印磁带、出唱片，这样才能赚大钱。南哥，你的意思要像4大天王那样？没错。
你好，认识一下，我叫王银花，是一个歌手经纪人。我觉得你的潜质不错。没想到培养过娜姐、菲姐的经纪人会出现在江城，真是天助我也。什么经纪人？歌手还需要经纪人？你不会是骗子吧你？你不会是南哥的私生饭吧？故意用经纪人的身份接近我们南哥。南哥，你这么帅，他肯定是贪图你的美色才接近你的。别，人家确实是著名经纪人。花姐，我这2位朋友没见过什么世面，您别介意。不会，今晚8点在这里还有一场重要演出，有兴趣来看看。我们老板到时候在，如果表现好，我们可以签下你。谢谢花姐，到时候见。南哥，你真要去吗？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一定要好好把握。走。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不管有多少风雨，我都会依然陪着你。我想你，想着你，不管有多么的苦，只要能让你开心，我什么都愿意。这样爱你。彪哥，嫂子唱的真好。今天要是被大老板看上，签约成为网络歌手，将来我们就踏进歌坛了。还得是我会包装啊！只要你嫂子将来成为著名网络歌手，再配上我们的小灵通彩铃业务，那我们的事业就再上高峰了啊！这样爱你。好，郑总，这就是我之前跟您说的著名网络歌手林笑笑。不错，唱得不错，很有商业潜力。郑总，那您看关于签约的事儿，我会好好考虑一下。郑总，我敬您一杯。哎，我记得今天晚上还有一个重量级歌手会出现吧？哎，是吗？我怎么不知道？郑总，您是不是搞错了？这是我们的场子，我们没有安排其他歌手来演出啊。对呀，是我安排的。郑总，江城卧虎藏龙，优秀的歌手有很多，多听一听，总不会有错的。哦，原来是王小姐安排的，那当然无所谓了。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郑浩南。啊，郑浩南。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逼下去，分手也只用了1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害自己，为难着你。好，你他妈鼓什么掌？唱得太好了！郑浩南，你怎么还会唱歌？还唱得这么好？怎么，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啊？连笑笑都能唱，我为什么唱不上？不可能，你追我的时候都没给我唱过歌，怎么忽然会唱歌了？一定是假唱。对，肯定是假唱，你身上有印象，你过来。彪哥，什么都没有啊。这怎么可能？郑浩南居然会唱歌？当然会唱，只不过不会给你唱，因为你不配。郑浩南，你唱得非常好，咱们是本家，要不要考虑一下加入到我的红星娱乐公司啊？一定将你打造成华夏第1天王。
哎，不是郑总，是我先给你介绍的林笑笑，你要签约也应该先签约笑笑啊，而且她唱的也不错呀。郑总，只要你签下我肯定会为你、为公司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福利的。林笑笑确实唱得不错，但是和郑浩南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哎，那怎么可能？我听着笑笑唱的就比郑浩南好听，而且他长得性感火辣，不是应该比他更有市场吗？请你不要侮辱音乐，我要做的是好音乐，不是打造一个卖肉的 bitch。刚才夸你2句，还真觉得自己唱得好啊。我可是华夏音乐学院毕业，打造过娜姐和菲姐的老板，你拿这种货色想糊弄我，没门儿！玲花呀，你不愧是华夏第一经纪人，眼睛是真毒啊！这么好的璞玉，居然让你给发现了。老板，您过奖了。再好的璞玉，没有您的雕琢，也会被埋没的。浩南呐，我愿意出1000万的签约费，你好好考虑考虑。谢谢郑总信上。这样，你跟我回公司聊聊合约的事情，顺便再说一下你的职业规划。好。哎，郑总，你不能走。怎么，你还有事儿？郑浩南，他以前混过社会。什么？他以前是个混混，底子不干净，你欠了他，得不偿失啊！浩南啊，有这事儿吗？你之前混过社会？对，以前不懂事的时候，确实混过一段时间。不过，在1年前我就已经发过誓，再也不会混社会了。我很欣赏你的坦诚，不像有些歌手故意隐瞒自己的过往。不过，黑料确实对打造一个歌手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郑浩南想在我眼睛的底下飞黄腾达，不可能。郑总，郑浩南是乐坛100年一遇的天才，我不会看走眼的。不能因为一些无关痛痒的过往而放弃这么好的苗子啊！你说的有道理。郑浩南，不管你之前经历过什么，你要保证以后绝不再踏足黑道，否则你将面临巨额的赔偿金。当然，我发过誓，以后再也不会涉足黑道。好，我们走。哎，郑总，这事儿很重要，你考虑考虑呀。南哥，南哥，阿基、芝芝，我马上就能成为签约歌手了。南哥，你太棒了！没想到这么快就成为歌手了。我就说咱们南哥干什么都是 No.1。太好了，可以嫁了，可以嫁了。郑总，你好好考虑考虑，这事儿很严重啊。哎，你看，郑浩南他有女朋友了，这要是被公开出去，你怎么把他打造成偶像歌手吗？郑浩南，这个姑娘是你的女朋友吗？没错，芝芝是我女朋友，而且我很快就会娶她。浩南，这可不行啊！你长相帅气，加上实力超群，我是要将你打造成偶像歌手。如果要被粉丝知道你有女朋友，肯定会对你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啊！难道南哥有女朋友就不能成为偶像歌手吗？没错，粉丝对偶像歌手都是存在幻想的。要是让他们知道年纪轻轻就有女朋友或者结婚，关注度会下降很多。浩南，你要是想和我签约成为歌手，就必须和他分手，而且要一直保持单身。不是，你这算哪门子签约呀？我告诉你，我南哥这样的人才，你必须得跟我签。你想干什么？阿基，别冲动。哎，你看啊！虽然这郑浩南口口声声说自己不是混黑道的，你看他手底下的兄弟，这不就是黑道吗？再说他现在还有女朋友，没有签约的价值啊！你给我闭嘴！哎，你看还恐吓我。郑总，芝芝一路陪我走来，不离不弃，我是绝对不会放弃她的。求您再通融通融。不是我不通融，这是歌坛的铁律啊！你见有哪个年轻的偶像歌手在公布有女朋友之后还能够红到半边天亮？如果你不能红，那我投资你的价值又在哪里？姑娘，你是个聪明人，
如果因为你阻挡了他在歌坛的星途，将会是歌坛莫大的损失啊！南哥，我不能阻挡你的前程。不要，我们还是分手吧。不，子子，我是不会离开你的。郑浩南，你还没看清楚吗？我已经不喜欢你了。我不信。是从前的我们，在喝彩，流着泪，声嘶力竭。离开也很体面，才没辜负这些年。郑浩南，你想签约就不能娶滋滋，太可怜了，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滋滋成为我的女人。你干什么啊，大人啊！郑总，你看，我就说他狗改不了吃屎。混个社会打个人都没什么，我都能够帮你洗白。但是有女朋友是万万不行的。大丈夫何患无妻啊？爱情和事业，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选吧。南哥，还这样吧，要不你先签了吧。你现在不签，你也拿不到100万，也娶不到子子，不如先签了歌手赚了钱，再追回自己也来得及啊。好，我签。阿季说的有道理，等我赚够钱，这歌手我就不做了，到时候再追回滋滋。我说郑总，你不能相信他，他以前混黑道的，他没有信用可言呢，他一定会偷偷去找他女朋友的。既然浩南答应，我相信他。男子汉大丈夫，一诺千金嘛。浩南，走，我们回去签约。不是，郑总，你南哥就这么走喽，不要你们喽！彪子，我告诉你，少他妈胡说！南哥说了，做兄弟一辈子，他不可能抛弃我。哼，别怪我太坦白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人一旦发达了，忘恩负义很正常。你彪哥我混江湖这么多年，见多了。彪子，我告诉你，我南哥发达了，一定会带着我共富贵的。你少他妈在这挑拨离，小心我打你！我告诉你，干什么玩意儿你这？你别忘了，南哥跟你说什么了？你要走正道，不能打人啊！呸！他妈的，我这么理解他们都没有效果。正好，你的兄弟和女人够忠心的，看来我得想点别的办法。郑浩南，合约期限是3年，签约费1000万。这3年里你不能谈恋爱，一经发现将视作违约，不仅要退还这1000万，还要赔偿500万。你没问题吧？滋滋，等我3年，3年后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娶你。好，签约。好，来，帅哥看这边，换个动作。OK。郑浩南首张专辑《我不做大哥好多年》一经上市，就创造了超过300万张销量，堪称华夏音乐史上的奇迹。今年的华夏音乐风云榜，南哥，我就知道你一定行。我们还是分手吧。不，滋滋，我是不会离开你的。南哥，我会一直默默支持你，一直等你的。这一天天的守着个电视，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干什么呀？没什么。又在看你的南哥了。哼，这小子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这忽然成了大明星，难怪你在这犯花痴。不过这男人呐，都是见利忘义的，
你说这人家现在是大明星呢，怎么会看得上你一个普通姑娘？不会的，我知道南哥心里一直有我，他一定会来找我的。找你？你可别忘了，可是你主动跟他提的分手，这不正中他的下怀。他心里要是有你，怎么这么久都不来找你？南哥一定有自己的苦衷，肯定是他的经纪公司阻拦他。你说，这一个是荣华富贵、幸福坦荡，一个是连大学都没读过的小太妹，你说一个男人会怎么选呢？也就只有你在这傻傻的等，小心变成望夫石啊！我不管，我相信南哥一定会来找我的，我一定会等到他。女儿啊，你就听妈一句劝，别在这做白日梦了，趁现在还值钱，赶紧找个不错的男人嫁了。哎，我看呐，彪子这人就不错，他呀都来好几回了，每回呀都带了不少的礼物给我呢。妈，我不是说了吗？他这个人心术不正，他管过我，我是不可能嫁给他的。那还不是因为你对人家太强硬，人家才硬着来的。再说了，这哪个男人没有点脾气啊？是不是？最重要的是呀，人家现在不仅有钱，还对你一往情深。这样的好男人，这打着灯笼都难找啊！你觉得他好，那你嫁给他呀？你这死丫头，怎么冥顽不灵呢？我实话告诉你吧，这彪子呀，现在就在外面呢。你赶紧给我出去见一见，最好是把这婚事呀赶紧给我定下来，不然我要你好看。这死丫头啊，这脾气比牛还倔，死活不肯出来。准女婿，我这闺女啊，就这点脾气，你有点耐心，多来几次就好了。我既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呀？看来这滋滋确实是不想嫁给我，我还是放弃吧。彪子，你放心，我一定会把女儿嫁给你的，我们给你打保票。对，我女儿要是不嫁给你，你嫁给我？说什么呢？真会开玩笑。我意思是说呀，我女儿要是不嫁给你，我们就不认她这个女儿了。对，不是我说，叔叔阿姨啊，你们做女儿的思想工作，这进度也太慢了吧？你说我这都来多少次了，每次都拿着东西，也挺贵重的。这要滋滋不嫁给我，我费这劲干嘛呀我？哎，彪子，这么说的话，也不是不行哈。不行，我女儿还是黄花大闺女呢，要这么做，这不是毁人清白吗？我行啊，这彪子迟早都是自家女婿嘛，什么清白不清白？滋滋，你怎么进来了？我又不会吃了你啊！爸妈，没什么事，别喊叔叔阿姨了啊，他们有事出去了。别过来！别害怕嘛，我其实很绅士的啊，打打杀杀，这是他们对我的误解。他妈的！老子客客气气的对你，3番5次的给你家送东西，你就这么对我？我他妈的！今天晚上老子一定给你办得服服帖帖的。等着，从今天晚上以后，我让你彻底的忘了郑浩南，心里只有我，彪哥。救命啊！救命啊！听到没有？你他妈臭婊子！你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去你大爷的！你叫
越讲我越兴奋。彪子，他妈这种下三滥事儿都做，你都不怕遭报应你？幸亏南哥让我来看看，要不真被你小子得逞。你一个女人，至于吗？啊！别忘了你南哥怎么嘱咐你的，不让你打架。没错，我们南哥现在是去当大明星，而我还是个混混。正所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想干什么？我兄弟就在外面啊！你叫啊，你越叫我就越兴奋。阿锦，教训教训他得了，不要闹出人命。芝芝，没事儿，我就陪他玩玩。来。他妈的，快放了彪哥！你们他妈让我放我就放，我多没面子！臭小子，外面已经来了几十个兄弟了。今天你别想跑！我告诉你，这可是芝芝家，你们别乱来啊！他妈的，你刚才不是打得很爽吗？我看没有郑浩南在这儿，谁他妈招你？不跑！龙哥，南哥，你终于来找我了。阿锦，快走！走！哎，你说走就走啊？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你要是敢动我兄弟一根痕，我绝对不会放过。怎么，想跟我火并呢？别忘了，你现在是大明星，不能打架。我当然知道，我已经报警了。如果不想全部坐牢里，就乖乖让这些人赶紧走。你走吧，带兄弟们先走。彪哥，他会不会哄咱们？他妈，让你走就走，想吃牢饭吗？滚！走。大哥，走。好了，兄弟们都走了。郑浩南，有种啊！对付你这种人，当然得用点脑子。郑浩南，你怎么会在这儿？南哥是来找我的。彪子，你没事吧？没事。郑浩南，叔叔阿姨已经回来了，你这个外人还不赶紧滚！怎么，这是你家开的？哼，不是我家开的，但马上就要变成我家了，是吧，妈、爸？嘿嘿。没错，彪子已经给了彩礼了，芝芝马上就会嫁给他。郑浩南，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郑浩南，我知道你对芝芝一往情深，但是你现在过来确实晚了。爸妈，我是不会嫁给彪子的。你们不知道，刚刚你们不在家，他还想抢了我。是吗？还有这事儿？哎呀，什么强不强的？那彪子就是想给你亲热一下，那都是准女婿了，那迟早是一家人。妈，我可是你女儿，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阿姨，你应该没有忘记我们之前的约定吧？当然记得，你要能拿出彩礼100万，我就答应把女儿嫁给你。这是100万，希望你能够信守诺言。100万，你真的赚到了100万。答应芝芝的事，我当然会说到做到。阿姨，你别被他骗了。据我所知啊，这郑浩南签了经纪约，他要是违约，被发现结婚谈恋爱，就会被罚1000万，所以他不可能娶思思。这100万肯定是他借的高利贷。什么？高利贷？没错，肯定是高利贷。他到时候把思思骗到手，然后跟思思结了婚，这100万的高利贷就是你们家的共同债务了。什么？郑浩南，我没想到你有这么重的心机，你为了娶芝芝，竟然去借高利贷。叔叔阿姨，你们别听他胡说，我没有借高利贷。哼，你说没有就没有，证据呢？我郑浩南早就对天发过誓，这辈子再也不会去混社会借高利贷。另外，我的经纪约有1000万，
我根本就不需要借口离他。1000万是有签约费1000万，但是你要违约了，不但没有1000万，还要赔500万。没错，郑浩南，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就算我们收了你这100万，那你不可能娶我女儿啊！阿姨，这100万你可以先收着，3年之后我一定会娶滋滋。3年？为什么会是3年之后呢？因为我的歌手经纪合约期限是3年，3年之后我就不用再付违约金了。3年？你让我女儿白白等你3年，凭什么？南哥，我愿意等你3年。哎呀，女儿啊，你傻呀！这3年之后，他万一成了天王巨星，你这3年的青春不就白白浪费了？这歌坛那么多漂亮的女歌手，这郑浩南到时候一定身边不缺莺莺燕燕的。阿姨，我郑浩南可以对天发誓，此生非滋滋不娶。谁知道3年之后会发生什么？女儿啊，你不能嫁给他。妈，我相信南哥，他说到做到，他一定会娶我的。郑浩南，你也知道，这女孩子的青春呢是很宝贵的。我女儿啊，不能白白等你，这彩礼啊，咱嫁。这样吧，我给你算便宜点，这3年呢，1年呢算300万，加在一起呢，刚好是1000万。妈，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明知道他的签约费只有1000万，你还要全部拿走？哎呀，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这还不是为你考虑？难道这1000万是给我的吗？那等我老了，还不是你们的？好，1000万就1000万。不过，如果再让我看到你们跟这个混蛋眉来眼去，别怪我翻脸。不是，我说阿姨、叔叔，你们不是都答应我了，把滋滋嫁给我吗？这礼你们也收了呀？哎呀，我说彪子呀，你拿了那些破烂玩意儿，顶多也就值个几十万，大不了我还你就是了。不是你们怎么这样啊？彪子，听我说，虽然叔叔很喜欢你，但是你也看到了，咱爷俩还是缺少点缘分啊。1000万终于到手了，女婿啊，我早就看出来你是个情种了。我这女儿嫁给你啊，肯定会幸福的。哎，你们聊啊，走，走，多女婿疼着，跟我走。赵浩南，你给我等着！滋滋，我出来的太匆忙，不能待太久。我知道，南哥，只要见到你就心满意足了。滋滋，南哥，你们不能越界，不然就前功尽弃。我明白，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里，我会想你。喂，我在外面。好，我马上回来。滋滋，我得走了。南哥，我会等你的。浩南啊，你去哪儿了？不会去找你那个小情人了吧？郑总，请注意你的言辞，我签过合约，明白其中列。你现在是大明星，我只是好心提醒你，一旦被抓住你恋爱的消息，对你未来的发展呢很不利。就算我去见滋滋，也代表不了什么。合约上又没说我不准见你，只是说我不准谈恋爱。不是谈恋爱，那你去找他干什么呀？只是朋友叙旧。男人女人之间还有纯友谊吗？有，当然有。你和我之间不就是吗？总之呢，该收敛的还是要收敛一些。毕竟你现在是大明星，该注意还是要注意的。今晚有个酒局，
来的都是华夏歌坛的前辈和大佬，和他们认识认识，对你未来的发展大有用处。对不起，我是歌手，不陪酒。哎，郑浩南，你在我面前耍大牌呢，今晚你不去也得去。合约上又没说我必须要陪酒。你少拿合约来压我，合约是我给你的，倒成你限制我的筹码啊！对不起，我还要去写歌。哎，这也太不像话了，有把我这个老板放眼里吗？郑总，浩南就这脾气，你多担待点儿。再说他走的不就是这种桀骜不驯的风格吗？这才会受万千少女的喜欢呀。倒也是，倒是挺知行合一的嘛。只要不耽误他唱歌，不耽误咱们赚钱，你就由着他去吧。这个郑浩南太他妈可恶了，让我吃了几次亏了。你们几个都是我的心腹，跟我这么多年了，都说说有什么办法让他身败名裂？郑浩南太可恶，依我看，找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把他绑了，一不做二不休。我靠，不愧是跟了我这么多年的兄弟啊！这么好的办法，你拿屁股想的呀？啊！你彪哥，我现在好歹也是江城有名企业家，我这小灵通业务刚上正轨，郑浩南不能混黑道，你彪哥我能啊？啊！没脑子。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嫂子，您是不是有什么好主意？我问你们，郑浩南的软肋是什么？那还用说，肯定是滋滋那个臭婊子。可是彪哥，刚才不是说绑架勒索、挟持敲诈都不能干吗？谁说一定要绑架勒索、挟持敲诈？我的办法可比这个高级多了。哎呀，不是我说，笑笑，你有什么好办法？赶紧说。郑浩南跟滋滋订有3年之约，在这期间，他们不能发生任何夫妻之实。一旦被发现，郑总一定会跟他们解约的。我的办法就是促成他们之间的美事。是个好办法啊。不过一定得给我把这个照相师给我安排好，把他们偷换的照片给我拍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寄给郑总。郑总一看他们还有联系，一怒之下必定解约呀！啊，到那时候，郑浩南就有还不完的债了，就只能被我踩在脚下了啊！哈哈哈哈哈！好记，好记，好记！还得是嫂子，简直是我们的智囊团。还不够。浩然，你说什么？我说，让郑浩南跟滋滋发生关系，这还不够。哎，我说浩然啊，你嫂子这计已经够毒了，怎么你还有更毒的？笑笑的这招的确能够让郑浩南身败名裂，不过你们都不够了解郑总跟郑浩南。呵，我跟郑浩南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我还不了解他？这小子才华横溢，重情重义，最大的缺点就是太他妈完美了，影响到我的地位了。不然的话，我都想跟他当兄弟。靠！彪哥，您提到了一点，郑浩南才华横溢，所以即使他跟滋滋的事情被曝光，也没法对他造成致命打击。伤人重利，郑总肯定会拼命的洗白他，以挽回损失。说的也没错，伤人重利。郑总作为他的老板，肯定不可能见着他这个摇钱树就这么倒了。而且就算郑总和他闹掰，以郑浩南的才华，换个老板继续唱歌，再打造一下深情人设，收割大量的妈妈。那要是这个办法行不通的话，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笑笑，你的这招其实够了，不过要搭配我的技能，才能效果更好。我说浩然，别卖关子了，有什么办法赶紧说。咱们要从正面击破他的事业。郑浩南的新专辑马上就面世了，咱们先派人
潜入他的公司，盗取专辑，大量仿制，提前出售。这样一定会对他的新专辑面世造成沉重的打击。我怎么没想到啊？然后再配合他的绯闻，导致他在歌坛成为人人唾骂的骗子。这样就没有老板跟他签约，任他郑浩南再有才华，也无法翻身。这计果然毒啊！啊，不愧是他弟弟，还是你了解他啊！郑浩南，这次我要让你死得很难看。好，这件事儿就交给你和笑笑去办了啊！我等你们的好消息啊！嘿嘿嘿嘿，走啊，爽！浩然，郑浩南现在是大明星，我们要接近他恐怕也没那么简单吧？但是不接近他，我们的计划就没法实施。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只要咱们假装认错，他会见我们的。只要整垮了郑浩南，下一个目标就是彪子。浩南，笑笑，你怎么来了？浩南，浩然有危险，求求你去救救他！你又搞什么花样？真的，浩然想脱离彪哥，结果被他抓住了。彪哥说要废了他。对不起，我现在已经跟他没有瓜葛。再说，是他自己自甘堕落，要救你，找别人。浩南，总算找到你了，你弟弟他有危险。妈，你怎么来了？浩南，你弟弟被彪哥绑了，你快去救他呀！妈，你别相信他们，郑浩然早就投靠了彪哥，他们这么做无非就是想引我上钩。不是的，是真的。我一早接到彪哥的电话，彪哥让我们准备100万，不然就废了浩然。给，你看，这是彪哥寄来的。是真的。浩然他还年轻，年轻难免会犯错。只要这次你救了他，他一定会知恩图报的。南哥，你还赶得去签售，需要赶他们走吗？不，我要去救人。你下去，跟我走。郑浩南，你干什么？难道是南哥又偷偷来找我了？你娘们别，这是去见南哥。嘿嘿，郑浩南，你真来了！郑浩然，你这出苦肉计唱的不错呀，还真以为我会相信？识破了又怎样？我们不过是调虎离山之计。林笑笑在我手里，马上把滋滋给我放了。彪哥，浩然，快救我！你真以为我在乎这个小妞的死活呀？你什么意思？对于我们来说，女人如衣服，像林笑笑这种贱货本就不值钱。我们要的就是搞垮你。郑浩然，这个混蛋！这是我的专辑。哎，后患自知道了。哎，你还真是了解我们，知道我们想要什么。我只不过威胁了一下林笑笑，他就什么都说了。把你专辑拿过来，马上放了你那小妞。先放了滋滋。郑浩南，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你们这么多人杵在这儿，还怕我带滋滋跑不成？来。滋滋，你没事吧？我没事。郑浩南，你放心，我们讲江湖道义，只是欣赏了一下他的身材，其他的什么也没干。这些畜生！赶紧把你的专辑拿过来啊！门我都关上了。
你跑不了了啊！想要专辑是吧？嗯，拿去。啊，你报警！彪哥，怎么办？跑，走！开门！彪哥，我记得你说过，无论啥情况都不要开门啊！我靠，是我呀！开门！你个猪脑子！彪哥，警察，我先走了。哎，你别走啊！大爷的！这就叫作茧自缚。浩南呐，你真的不再好好考虑一下吗？你现在啊，可是当红的偶像歌手，处于事业的巅峰期，真要为了一个女人放弃成为天王巨星的机会吗？郑总，你就不要再劝我了，人各有志，我现在只想跟我的兄弟们和女朋友在一起。要不说你还是太年轻，再跟我干个10年8年，别说挣个10几亿，就是整个红星娱乐公司都有可能是你的呀。不用了，再多的钱也没有我的兄弟和女朋友重要。无论如何，这辈子只有兄弟和滋滋会一直陪在我身边。哎，南哥，南哥，南哥，你真不打算继续唱歌了？只是不在郑总那儿做了，以后吧说不定。本来我当歌手就是为了筹钱娶滋滋，现在既然3年之约已到，我也该兑现我的承诺了。滋滋，愿意嫁给我？南哥，这个我等了3年，我愿意。让我们恭喜滋滋成功晋升为大嫂！大嫂！南哥，你不是喜欢文静些的吗？啊？什么？我不嫁？进。哎，对，南哥，但是咱们这一折腾，最后1分钱也没挣到。不急，我们还可以从卖唱开始。兄弟们，我有个想法啊，我们兄弟4个人可以组一个音乐团队啊，然后我们3个首先把头发留得跟南哥一样，让我们再一人起个艺名。我们之前那个阿七，香蕉大壮太土了啊。是啊，哎，南哥，我早就这么想了，我都已经想好了，我就叫梅子那我就叫东门，那我就道明寺了。原来爱丽丝是正好人，那我就只能叫花和浩了。那我呢？你呀、我要大了！凭什么？